開的麵館能無限續麵，本意是為窮苦人提供一餐溫飽，不曾想一天一個女人帶着8個孩子，只點了1碗麵，卻硬生生續了24碗。我好言相勸，可她卻拍下視頻，不僅罵我是黑心商家，而且煽動網友網暴我。後來一群地痞流氓堵住我的店，不讓其他顧客吃，我上前理論，卻被他們活活打死。再次睜眼，我回到了女人帶着8個孩子進店那天。這一次，我笑着迎了上去。老板，來碗最便宜的陽春麵。一個穿着洗到發白舊衣服的女人，身後跟着8個瘦骨伶仃的孩子，囂張地站在門口。為首的女人叫向青青，在短視頻平台上有個賬號叫八寶媽，在城市打拼。看着她那張熟悉的臉，我的腦海就回放起自己被打死的畫面，就是她前世害死了我。我的麵館開在老城區，附近有不少生活拮據的體力勞動者和孤寡老人。為了讓他們能花最少的錢吃頓飽飯，我立下規矩：10塊錢一碗陽春麵，無限續麵。開店1年，保有威力，更多的是收穫了街坊的善意和尊重。直到向青青的出現，前世她帶着8個孩子点了1碗麵，續了整整24碗，湯都換了5次。小店本小利薄，無限續麵是為真正困難的人準備的。她立刻變了臉，掏出手機對着我拍。大家快來看啊，这家黑心面館，招牌上寫着無限續麵，我孩子多吃幾碗他就甩臉子，看我帶着孩子好欺負是不是？窮人就不是人嗎？窮人就活該被你這種資本家羞辱嗎？她聲淚俱下，8個孩子也配合的大哭起來。視頻發到網上，一夜之間我成了全網口誅筆伐的黑心商家。我的店被惡意刷了上百條差評，電話被打爆，全是辱罵。第二天，一群地痞流氓湧進店裡，他們每人點1碗麵，做了一整天，趕走所有客人。我報警，警察來了，他們就收斂，警察一走，他們就繼續。我忍無可忍，上前理論，被他們推倒在地，拳打腳踢，直到我意識消散，最後聽到的是他們轻蔑的笑聲。一個開麵館的敢惹我們家的網紅，找死！原來向青青是個網紅，一切都是他為了流量和熱度精心策劃的騙局，而我只是他用來祭天的無辜犧牲品。再次睜眼，我回到了他進店的這一天，看着他身後那幾個瘦削的孩子，既然重活一世，那我要讓他這隻蛆蟲身敗名裂。我強迫自己熱情地迎了上去。來了，快裡面請，帶孩子們坐。我的熱情讓向青青明顯一愣，他大概預設了無數種被我嫌棄的劇本，然後顯露出自己的弱勢，讓流量最大化，唯獨沒料到我會笑臉相迎。老板，哎，看你說的，開門做生意哪有把客人往外推的道理？我直接打斷他的話，然後麻利的給他們拼了張大桌子，又倒了7杯熱茶。孩子們餓壞了吧？先喝口水暖暖胃。向青青眼中的警惕漸漸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貪婪。他大概覺得我就是個沒腦子的爛好人。他清了清嗓子，開始走他的流程。老板，我們錢不多，就要1碗陽春麵。我笑着接過錢。好嘞，1碗陽春麵，您稍等。轉身進了後廚，我沒有立刻下面，而是在後台把監控的攝像頭調整了一下角度，確保能清晰的拍到向青青那一桌，然後去煮麵。很快1碗熱氣騰騰的陽春麵端了上去。來，麵來了，趁熱吃。向青青立刻拿起筷子，在孩子們渴望的目光中把1碗麵炫完。老板，細麵。向青青舔了舔嘴唇，理所當然的喊道：好嘞。我没有半分猶豫，立刻又續了1碗。很快第2碗、第3碗、第4碗，我始終保持着微笑，手腳麻利，服務周到。向青青的膽子越來越大，續麵的聲音也越來越響亮。他甚至打開了手機，不停地擺拍。看他的舉動，我不禁冷笑，這個人心機是真的重，也是真的賤。他肯定是在等我耐心耗盡，然後出聲提醒他，或者趕他走，然後他就可以順理成章的發難，上演那出被黑心商家羞辱的戲碼。可惜我不會再給他這個機會。店裡的其他客人也注意到了這邊的動靜，開始竊竊私語。一個常來的環衛工大爺忍不住對我說道：沈老板，你這……我對他笑了笑，搖了搖頭，示意他別擔心，我就是要讓向青青盡情的表演。他表演的越賣力，我就越開心。去到第19碗的時候，向青青終於忍不住了，他看我始終不上鈎，決定主動出擊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對着手機鏡頭，用一種委屈又堅強的語氣說：家人們，你們看，老板人真的很好，我們吃了這麼多，他一句怨言都沒有，不像網上說的那些黑心商家，我們窮人能遇到這樣的好人，真是太幸運了。他這是在鋪墊，先把我捧得高高的，一旦我後面有任何不滿，這種前後反差會讓他視頻的戲劇效果拉滿，更能激起網友的憤怒，殺人誅心。他很懂這一套。我心裡冷笑，臉上卻依舊是親和的笑容。大姐，看你說的，我開這個店就是為了讓大家都能吃口熱乎飯，只要我這店還開着1天，就絕對管飽。我話說的敞亮，引來周圍食客的一片叫好聲。向青青的臉上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惱怒，他要的是我發怒，不是我在這裡賺口碑。他眼珠一轉，又想出一招：老板，你人太好了，但是面有點不頂飽啊，要不你好人做到底，肉臊子也給我們加点。阳春面是素面，肉臊面可要25一碗，他这是赤裸裸的得寸進尺。前世我就是在這裡拒絕了他，然後他才開始發飆。這一次我依舊笑着點頭。我轉身進廚房，舀了一大勺香噴噴的肉臊子，均勻地澆在續好的面上。來，給孩子們補補身子。向青青徹底懵了，他準備好的一肚子台詞全都卡在了喉嚨裡。他不明白這個老板為什麼跟傻子一樣，任由他予取予求。
求。周圍的食客看我的眼神已經從同情变成了敬佩。沈老板真是菩萨心肠。是啊，这年头这樣的好人不多了。向青青听着周围的议論，脸色一陣青一陣白。他要的是流量，是網友对我的口誅筆伐，不是給我送錦旗。眼看一計不成，他只好硬着頭皮繼續吃。第20碗，第25碗，第30碗，一直續到第30碗。幾個孩子已經吃得癱在椅子上，臉都撐綠了。向青青的肚子也滾圓，再也吃不下一口。但他的表情並沒有因為白嫖這麼多面而開心，因為他今天策劃的這出戲演砸了。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仿佛我是他的殺父仇人。他草草說了聲謝謝，便帶着8個孩子倉皇逃離。向青青，好戲才剛剛開始。向青青走後，店裡恢復了平靜。環衛工大爺湊過來，憂心忡忡地對我說：“那一家子一看就是來占便宜的，你不能這麼慣着他們。”我給他續上一碗熱湯，笑道：“王大爺放心吧，我心裡有數。”送走所有客人，我關上店門，然後把監控畫面保存下來。備份好，但僅僅這些還不足以扳倒向青青和他背後的公司。前世他們能把我一個普通人網暴到死，能量可見一斑。我需要一個更有力的武器，一個能讓他們萬劫不復的炸彈。我打開了向青青的短視頻賬號，八寶媽在城市打拼。賬號裡有幾百條視頻，內容大同小異，幾乎都是她帶着8個孩子在各種廉價的出租屋裡吃着最簡單的飯菜，配上傷感的音樂和文案，然後視頻中間打廣告，掛小黃車。看來公司給她的人設是一個被丈夫拋棄，獨自帶着8個孩子在城市艱難求生的偉大單親母親。而評論區裡全是姐姐加油，母愛偉大，看哭了之類的同情和鼓勵。偶爾有幾個質疑她為什麼不把孩子送人，或者質疑她為什麼能生8個的評論，都會被她的粉絲圍攻罵到扇屏。靠着這種賣慘人設，她積累了近100萬粉絲。我冷笑着點開她最新的一條視頻，是半小時前發的視頻內容，正是在我店裡吃麵的場景，不過是被她精心剪輯過的。視頻裡她和孩子們吃得香甜，我則全程微笑服務，有求必應。視頻的配樂溫暖感人，標題是城市裡也有溫情，偶遇神仙麵館老板，10塊錢讓我們母子8人吃飽，感恩。這條視頻下面我的麵館地址被高高掛起，評論區裡一片讚揚之聲。老板人帥心善，必須去支持一下，地址記下了，明天就去打卡，要讓好人有好報，這才是正能量，給老板點讚。向青青這一招叫捧殺。視頻這樣一發出來，後面肯定一堆人來我的店打假。一旦人多起來，我的服務稍有不周，或者因為成本問題無法滿足所有人无限續面的要求，矛盾就會爆發。到時候他再跳出來指責我初心變了，被流量沖昏了頭腦，所有的髒水都會潑到我身上，他又能獲得更多的流量曝光，一石二鳥。我看着手機，光想想他接下來的做法，已經氣得渾身發抖。我必須反擊。我關掉視頻，點開了報警電話，但想了想又掛斷了。報警沒用，他沒有違法，這屬於道德範疇，警察管不了。我突然想到一個辦法，既然法律無法懲處這種人，那我為什麼不用魔法來打敗魔法呢？第二天，向青青那條視頻果然爆了，我的小麵館一夜之間成了網紅打卡地。果不其然，早上8點，我剛拉開捲簾門，門口已經黑壓壓的擠滿了人，長槍短炮的手機鏡頭幾乎要懟到我的臉上。老板就是你嗎？那個10塊錢管飽的神仙老板，我們是看了八寶媽的視頻特意過來的。老板你真是好人啊！老板给我們也來一碗陽春麵，我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無限續。人群嘈雜，有真心來支持的，有來看熱鬧的，但更多的是眼神裡閃爍着貪婪和算計的。他們高舉着手機，開着直播，標題大同小異，實測網紅麵館，今天就給老板上一課。我早有心理準備，臉上繼續掛起和昨天一樣的笑容。歡迎光臨，大家不要緊，一個個來，店裡有位子，保證大家都能吃上，都能吃飽。老板，陽春麵。老板，續麵。老板，快點，我這都等5分鐘了。催促聲此起彼伏，我一個人在後廚和前堂之間來回飛奔，汗水浸透了衣背，煮麵、撈麵、續麵、加湯，機械地重複着這些動作。我感覺自己的胳膊都快要斷了。一個染着黃毛的年輕主播一邊對着手機直播，一邊大聲嚷嚷：“家人們，咱們已經續了10碗了，老板的速度有點跟不上了，是不是玩不起了？”就是，老板你這不行啊！昨天八寶媽帶8個孩子都能續30碗，我們這才幾碗就不耐煩了。我端着面走過去，依舊笑着：“小兄弟，不好意思，今天人多，讓你久等了，来你的面。”我将滿滿一大碗面放在他面前，他愣了一下，似乎沒想到我非但沒生氣，還這麼好脾氣。他只能讪讪地拿起筷子，在直播間粉絲沒勁，主播吃不下別浪費糧食的嘲諷中，硬着生生把面塞進嘴裡。一整天我接待了超過300名客人，續出去的面超過1000碗。晚上10點送走最後一位客人，我癱坐在椅子上，感覺身體被掏空，店裡的食材見了底，一天的流水，刨去成本虧損了近8000塊。王大爺在關店前又來了，他沒吃飯，只是默默地幫我收拾桌上的狼藉。沈老板，你這又是何苦呢？再這麼下去，你的店就要被吃垮了。我摇搖頭，從抽屜裡拿出一個信封遞給他。王大爺，這是我這些天掙的錢，您幫我個忙，明天天亮後送到城西的孤兒院去替我捐了。這得有好幾萬吧？你今天不是虧錢了嗎？日子不過了。我笑了笑，沒關係的，王大爺，我要做的是回饋社會，無論他們怎麼刁難我，我也不能忘了初心。
王大爺看着我，眼神複雜，最終化為一聲長嘆，鄭重地收起了信封。送走王大爺後，我關上店門，拿出電腦，開始剪輯這一整天的監控視頻。那些主播的嘴臉，那些占便宜者的貪婪，那些我忙碌奔波的身影，以及最後我將一沓錢交給王大爺，委托他捐款的畫面和說的話，全部被我剪輯在了一起。真以為我會傻傻的跟一個雖然經常來吃麵，但是不熟的大爺說一些掏心窩子的話，還給他幾萬塊？怎麼可能呢？剪輯完視頻後，我打開了另一個短視頻平台，找到了一個以打假揭露黑幕而聞名的千萬粉絲博主老紀。我將我的故事以及所有的視頻證據都發給了他，看到他憤怒的譴責，并且表示明天要幫我發聲的回復後，我才趴在桌上睡去，夢是香甜的。因為只要明天老紀出手，能將向青青徹底釘死在恥辱柱上的鐵錘。第二天，我照常開店，門口依舊人山人海。有了昨天的經驗，我提前備足了3倍的食材，甚至臨時請了2個鐘點工阿姨幫忙。面對洶湧的人潮，我顯得游刃有餘。無論客人提出多過分的要求，續多少碗面，我都笑臉相迎，服務周到。那些想來找茬的主播，面對我這無懈可擊的服務，完全找不到攻擊點，只能悻悻地吃面，然後灰溜溜地離開。下午2點，店裡人稍微少了一些，向青青又來了。這一次他不是一個人，身後還跟着幾個扛着攝像機的男人，看樣子是他背後的 MCN 公司派來的人。他今天化了精緻的妝，換上了一身體面的衣服，手裡還捧着一面錦旗。沈老板，我們又見面了。向青青滿面春風地走進店裡，將一面寫着人间有真情，面管暖人心的锦旗硬塞到我手裡。他身後的攝像機立刻對準了我們。他这是又來演戲了。沈老板，我今天是特地來感謝你的。自從我的視頻火了之後，你的生意也變好了吧？他聲音非常響亮，整個店裡所有人都聽見。你看，現在全網都知道你是個好人，你這家店也成了網紅店。說起來，你還得謝謝我呢。他話裡有話，暗示是我利用了他的善良為自己炒作。店裡一些湊熱鬧的客人開始竊竊私語，我看着他心裡冷笑。終於來了，這個向青青發現沒辦法用常規手段吃到流量，就換個方式來吃人血饅頭。我正想着怎麼開口反駁時，一個洪亮的聲音從門口傳來：謝你什麼？謝你把人家當傻子，帶着一群假兒子來騙吃騙喝嗎？大家好，我是老紀，今天我就來揭露一個年度大戲，一個所謂偉大母愛背後的骯髒騙局。看到老紀，向青青的臉色瞬間煞白。你是誰？你別在這裡胡說八道。向青青原名向小芳，32歲，未婚未育。你身後的這幾個孩子跟你沒有半點血緣關係，他們都是你背後的 MCN 公司租來的小演員，每次出鏡，每個孩子能拿到200塊的報酬。你們利用大眾的同情心，編造悲慘身世，打造單親媽媽的人設，瘋狂斂財，你敢說你沒有嗎？老紀的每一句話都讓向青青的臉色難看一分，直播間瞬間炸開了鍋。什麼？孩子是租來的？天哪，這也太惡心了吧！消費我們的同情心，我就說嘛，哪有媽帶着孩子這麼佔便宜的？向青青徹底慌了，她指着老紀，聲嘶力竭地尖叫起來：你血口噴人，你這是誹謗！我的孩子就在這裡，他們就是我的親生骨肉。他想去拉扯身邊的一個小男孩，卻被男孩驚恐地躲開。那個孩子正是前世新聞裡被爆出長期遭受虐待、瘦得皮包骨頭的那個。老紀冷笑一聲，播放了一段視頻，視頻裡是一個面容憔悴的女人，正是那個小男孩的親生母親。我承認，我把孩子租給了他們公司，他們說只是拍視頻，一天給200塊。我家裡窮，孩子他爸生病要錢，我不知道他們會利用孩子去騙人，求求你們把我的孩子還給我，千萬不要報警抓我的孩子啊！向青青的謊言被無情的戳穿，但他背後的團隊反應很快，那幾個扛着攝像機的男人立刻上前，想要搶奪老紀的手機。不許拍了，你這是侵犯肖像權，馬上關掉直播，否則我們告你！老紀一把推開他們，我管你告不告我告訴你們別碰我，不然我報警說你們攻擊我了。向青青眼看大势已去，突然開始撒潑打滾，她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一邊哭一邊捶打着地面。我有什麼錯？我只是想賺錢而已。這個社會對我們女人太不公平了，我一個人在城市打拼，我容易嗎？你們都是壞人，你們合起夥來欺負我一個弱女子，我要告你們，我要讓你們身敗名裂。她醜態畢露，像個瘋子。店裡的客人、網上的觀眾看着她拙劣的表演，只覺得無比惡心。而這次直播的切片也被老紀手下的切片組快速剪輯，瘋狂的發布推流，無論網紅迫害愛心麵店老板等詞條，迅速霸占熱點榜。輿論的洪流瞬間將向青青和她背後的經紀公司淹沒，向青青的人設也徹底崩塌。她從一個受人同情的偉大母親，變成了一個人人喊打的無恥騙子，然後被封，合作被取消，全網都是對她的口誅筆伐。我看着一些路人的視頻拍到，她被經紀公司的同事像拖死狗一樣拖出我的店，我重生後第一次開心的笑了出來。死了一個，但她背後的公司才是最大的威脅，因為我清楚的記得，雖然引發網暴的是向青青，但打死我的卻是那群地痞流氓。我化成灰，還記得他們說敢惹我們家的網紅找死。向青青只是一個被推到台前的棋子，真正可怕的是她背後那個為了流量不擇手段，甚至不惜动用黑惡勢
勢力的 MCN 公司。現在我不僅惹了他們家的網紅，還親手毀了他，他們絕對不會放過我。事情並沒有像我想象中那樣迅速迎來 MCN 公司的報復。接下來的2天風平浪靜，像青青和他的經紀公司仿佛從人間蒸發了一樣，再也没有任何消息。我的面馆恢復了往日的平靜，甚至比以前更受歡迎。許多市民感佩我的行為，真心實意的來店裡吃面，沒有人再提無限續面的事兒。吃完1碗都會主動付第2碗的錢。王大爺也帶來了孤兒院的感謝信和收據，郑重地貼在了牆上。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發展，但我內心的不安卻與日俱增。暴風雨前的寧靜往往最是害人，我陷入了深深的焦慮。這天晚上，我照例關店打烊，正準備離開，門口突然出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人。沈老板，我們能聊聊嗎？季老師，您怎麼來了？他喝了口水，沉聲說：“我來是想提醒你要小心。”我心裡一緊，您是指向青青背後的经紀公司？没錯，這家公司我調查了一下，沒想到比我想象的要複雜。我查到一些東西，他們不僅是做網紅孵化，背後還牽扯到很多灰色產業，甚至是一些非法的借貸業務。向青青只是他們推出來的一個斂財工具，現在這個工具廢了，他們損失慘重，肯定會報復。老季的話印證了我的猜測，而且我查到他們公司的一個股東，外號叫龍哥，有案底，早年是混社會的，手下養了一幫人。我腦海裡警鈴大作，真是那群打死我的地痞，会不会就是他的人？老季看着我發白的臉色，繼續說：“我今天來，一是提醒你，二也是來道別的。我準備暫時離開這個城市，避避風頭。他們已經查到了我的住址，昨天晚上有人在我家門口潑油漆。”我心頭一沉，连千萬粉絲的打假博主都被逼得要跑路，我一個開面館的又能怎麼辦？絕望的情緒像潮水一樣將我淹沒。難道重活一世，我還是要死在那群人渣手裡嗎？不，我絕不認命。我看着老季，突然想到了什麼。季老師，你剛才說他們牽扯到非法借貸？對，這是我從一個線人那裡得到的消息，但沒有實質性證據。一個計劃在我腦中迅速成型。我需要一個引子，一個能讓警察名正言順介入的引子。我看着老季，內心堅定。季老師，我有一個辦法，也許我们可以把他們一网打尽，但是這個計劃需要您配合，而且非常危險。老季看着我眼中燃燒的火焰，沉默了片刻，隨即重重地點了點頭。沈老板，你說吧，怎麼做？我老季打假這麼多年，多次死裡逃生，還從沒怕過誰。我的計劃很簡單，也很冒險，就是用我們自己當誘餌。這是一場孤注一擲的豪賭，以無畏為盾，以熱血為刃，賭上所有去搏一場絕地反擊。我讓老季在他的千萬粉絲賬號上發布一條新的視頻，視頻內容是對向青青背後的經紀公司的進一步指控，重點提及他們涉嫌非法集資和暴力催收的問題。我相信這些視頻一出，一定會激怒經紀公司。視頻的最後，老季會宣布，他將在本周5晚上8點，在我的面館進行一場直播，公布他掌握的關鍵證據。這當然是假的，我們手上根本沒有所謂的關鍵證據。這麼做的目的就是要逼經紀公司動手。他們不知道我們是虛張聲勢，在他們看來，一旦老季在直播中公布證據，他們公司就會徹底完蛋。所以他們只剩下一個選擇，就是在周5晚上8點之前，讓老季和我永遠閉嘴。而我已經提前聯繫了警方，我沒有說我會被人襲擊，而是以一個受害者的身份報案。我告訴警方，我接到了經紀公司的威脅電話，並且我的店門口有不明人士徘徊。結合老季的視頻，我表示非常擔心自己和老季的人身安全，請求警方在周5晚上能夠出警保護。警方受理了我的報案，並表示會高度重視。接下來的3天是漫長的煎熬，我的面館照常營業，但我能感覺到空氣中彌漫着一股無形的壓力。店門口總有幾個鬼鬼祟祟的身影在遊蕩。周5晚上7點，我送走了最後一位客人，提前關了店門。老季按照約定來到了店裡，他看起來有些緊張，但眼神依舊堅定。沈老板，都準備好了嗎？我點點頭，指了指後廚早已布置好的幾個隱蔽攝像頭。放心吧，季老師，今天我們請他們看一出好戲。我們坐在店裡靜靜地等待着，時間1分1秒的過去。7點50分，店外的巷子裡傳來一陣雜亂的腳步聲。我跟老季對視一眼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卷簾門被人從外面粗暴的踹響，發出哐哐的巨響。開門！姓沈的，給老子滾出來！之前是那個熟悉又凶狠的聲音，我沒有動。他們踹了幾腳，見裡面沒反應，便開始用撬棍撬門。刺耳的金屬摩擦聲在寂靜的夜晚顯得格外恐怖。老季的手已經開始顫抖了。然而就在這時，巷子另一頭突然亮起了刺眼的警燈，10幾個警察衝出來，將那群正準備破門而入的地痞流氓堵了個正着。我原本是打算讓地痞流氓把我的店砸完後才報警抓他們，但警察們怎麼早早的蹲在這裡了？領頭的警察走到我店門口，接到群眾舉報，說這裡有黑惡勢力準備犯罪。那個警察同志，我沒有報警啊。不是你報的警，這次出警是我們領導的意思。這時候，王大爺穿着筆直的警服從巷子深處走了出來。沈老板，我們好久不見了。我看着眼前气度不凡的王大爺，大腦有些短路。對不住，沈老板，瞞了你這麼久。其實我是刑侦支隊的隊長，
王不凡。我愣在原地，消化着这个巨大的信息量。原来我每天給他續湯下面噓寒問暖的大爺，竟然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刑偵警察。我趕忙把他招呼在面館裡坐下。那家 MCN 公司，我們警方已經盯了很久了。他們老闆早年就是個混混，後來網絡發達了，他就開了這家公司，包裝網紅，但骨子裡還是那一套，黃賭毒不沾，但專做非法的網絡借貸和殺豬盤，坑害了不少年輕人。於是從你捐錢那一晚，我就已經開始為今天的行動部署了。王大爺，這是我這些天攢的錢，拜託明天您幫我捐給孤兒院。我恍然大悟，原來我以為是我和老紀的計劃引來了警察，其實我們自己才是被納入警方計劃的一環。我們是引蛇出洞的誘餌，而王大爺和他的同事們是早已埋伏好的獵人。我原本以為自己退休前都沒辦法解決這個團夥，可能是好人有好報，你的善舉引來他們的針對，又恰巧被我碰到。王隊長說完就要離開，並信誓旦旦地叫我們留意明天早上的新聞。第二天清晨，我打開手機，鋪天蓋地的新聞證實了王警官的話，那個盤踞在城市陰影中的犯罪團夥被一網打盡，主犯龍哥等人悉數落網，罪名涉及組織黑惡勢力、非法經營尋釁滋事等多項。新聞畫面裡那8個被解救的孩子也已回到家人身邊，得到了妥善安置。我深吸一口氣，拉開店門，依舊是熟悉的煙火氣，但今天的空氣裡多了一絲雨過天晴的清新。我的店裡又恢復往常的熱鬧，顧客們都沒有多問，只是默默的點餐，吃完後會心一笑，把錢放在桌上，默默離開。有個年輕小伙子剛吃完一碗。老闆，還能續麵嗎？當然，只要吃得下，我的麵館保。不用了，您的善心不能總被當成理所當然，好人就該有好報。我看着他，心裡暖流湧動。傍晚，王大爺脫下警服，又變回了那個樸素的老人，坐在熟悉的位置上。沈老闆，老樣子，一碗陽春麵，多加蔥花。我把麵端給王大爺，看着他那洋溢幸福的笑臉，我確信這一次，我的麵館，我的人生都迎來了真正光明的未來。我的每一份努力都化作了照亮前路的光。